大家好，我是凯西。我们今天要做的题目是：接下来3个月，我的爱情会有什么奇迹发生？那这次就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说，接下来3个月有没有什么很棒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爱情生活里面。那我们今天总共有4组选项，从左到右分别是黄色的甜甜圈、桃红色的甜甜圈、橘色的甜甜圈跟绿色的甜甜圈。那请大家稍微冥想一下，选一组你最有感觉的牌。好，选好之后我们就开始咯。选择第一组黄色甜甜圈的朋友们呢，这边是大家的牌组。在开始之前，先提醒大家，这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不会符合每个人的情况。如果你听一下以后觉得不太符合的话呢，可以去选别组，或是之后再来选也可以。那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跟我们维持比较长久的关系。好，那这一组呢，非常明显的在牌上面呢，接下来3个月你很有可能会遇到你这一生中很难忘的恋情哦，你甚至会认为他是你的真爱哦。那应该说要恭喜啦，但是其实我在看了里面的一些牌了以后，我觉得也许会让你终身难忘的原因是因为你有可能会得不到，就是真正得不到这一份爱这样子，但不一定啦，要看你的这个努力。那我们从前面要来看起，那这一张呢，就是整个的基调就是除了就是真爱，所以我才会说你有可能会在就是接下来3个月会遇到一个至少是让你非常难忘的一个对象。那可能你会所谓的真爱不见得就是说我们就是在一起，或者是说我们就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反而是要为他牺牲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边有牌显示出这一个人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个性的人。那其实他有可能是一个 forbidden love， 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去碰触的感情，很有可能对方是已经有伴侣啦，或者说你们的年龄有差距啊，或者是说社会地位有差距啊，经济能力之类，就总而言之，你们在外界的条件里面不是很匹配的，或者是没有办法谈感情的对象。那我觉得他呢有可能是一个其实他很想要找到那个一生中的挚爱。通常我们所谓的渣男他也是有这种真爱的这种想法的，或者渣男渣女的，就是也是会有这种想法。每一个人都希望找到自己人生中的真爱，但是在这个找的过程当中呢，有些人是很坚决的，只要找到那一个对象，但是有些人是觉得我总要试试看吧，试试看谁才是我的真爱这样子。所以说有可能这个人他虽然你会觉得他对爱情的态度是很热情的，他真的有可能他甚至是很有这种浪漫的想法跟个性跟作为的人，你会觉得哇，他的对感情的那种热烈，任谁听了都会觉得很动心。那他也会有带有一种小孩子一样的这种天真感，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有时候讲话还蛮窝心的。然后因为这里有一个 king 嘛，所以他其实也会是一个有一点像领导人物的人，或者是至少他讲话就是会让人家很想听，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有魅力的人。但问题是呢，首先是他有可能是就是不是能够在一起的对象，那另外也有可能是他其实会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自私，好像比较在乎的是他自己个人的感觉。譬如说他的所谓的真爱是反正我觉得谁是真爱谁就是真爱，那不一定就是2个人有感觉了我就觉得这个人是真爱，不一定。所以说也许这段感情呢当你就是喜欢上这个人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没有安全感跟痛苦，这个是难免的啦。但是你也很清楚自己是可能就是真的真心的喜欢他这样子。那对你这一方来讲就是一个真爱嘛，因为你是真心的喜欢他。但是
对他来说是不是这样，那就不一定了，好不好？那你们在整个交往的过程里面呢，我觉得可以看到的是说，很有可能你们是同学或同事，或者是共同在做什么的一个关系，譬如说，同一个学习团体，同一个社团这种，你可能会是在这个地方去认识你这个对象，然后呢，他其实会觉得你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因为你也的确是很热心，就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事务，会帮大家就是处理很多事情。那他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跟你有更多的互动，然后呢就会慢慢的接近，然后就可能会有一段感情的存在。但是我觉得你在这2张看起来就是会比较。这个感情感觉起来是比较压抑的，然后比较没有办法真的去做出什么事情，就是很多事情都会觉得被绑手绑脚，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他并不是一个真的可以交往的对象，那你还是会很愿意为他做一些事情，但是有可能你是把它隐藏在这种团体事务的面具底下，你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就借这个我们都是同事，都是就是说同学的这个理由啦，然后我来帮你做一些事情，但是呢，你基本上比较难跟他表示你的爱意，比较难，那就是会比较压抑一点，有点可惜。那要给你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 make the effort，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努力啦，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缘分是不一定是现在，有可能是未来。那你当然可以好好的去把握这一段缘分，就是真爱不一定要真的在一起啊。如果说真的是条件上面不太许可的话，除非就是那种他有伴侣但是还没有结婚，他以后有可能会换伴侣这种，那你可以再等一下，但是有的时候也许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或者是你们的社会地位真的有差，但是呢你还是可以怎么讲，就是因为你是真心的喜欢他，真心的爱他，你还是可以好好的保护他跟照顾他，你还是可以维系好你们这段缘分。那只要你开心，他开心，我觉得这个缘分都是一个很好的缘分。所以其实这段感情还是值得你去为他做一些努力的啦，只是说这个努力的方向是不是就是要2个人在一起，这不一定。那我觉得他想要给你的意见是，所谓的努力是努力的把这一个缘分维持长久，并且是一个对大家对2个人都好的一个状态。那这会是一个就是一生中长长久久的关系，然后这会很不错。那另外一个是 attraction， 就是一个吸引力，然后所以其实你可以我想我感觉就这个人应该也是会对你有一点有感觉的，你们的相处应该还是会很不错，但是当然可能外在条件并不允许，但是呢你可以去享受那个你们在一起觉得很开心的这个时刻，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也不需要太过于压抑自己。那也许你们可以当一个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这个状况也很不错，那就是让双方都能够享受这一段情缘，但是又不要去伤害到任何人，这样子就好了，好不好？所以呢接下来这3个月也很恭喜你会遇到这样子一个一生中难得的缘分，那不管结果是怎么样，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之下呢，你们的这个情缘都会维持得很好，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好不好？好，那这是第一组的朋友，我们接下来看第2组。第2组选择桃红色甜甜圈的朋友，这边是大家的牌组。在开始之前，先提醒大家，这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不会符合每个人的情况。如果你听一下以后觉得不符合的话呢，可以去选别组，或是之后再来选也可以。那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跟我们维持比较长久的关系。好，那我觉得在这边呢，总体看起来就是你接下来这3个月
会遇到的奇迹就是你有可能会抛弃掉过去的一些旧的伤害，感情上的伤害，然后迎来一段新的恋情，或者是说迎来一段对自己更有自信跟更照顾自己的这一段时间。那而且你会终于意识到说，其实你身边围绕了很多的爱，它不见得真的就是不是只有男女朋友的爱才叫爱啦，那还有很多亲朋好友的爱也是爱，好不好？那当然在就是旧的爱情上面呢，你应该就可以在接下来这3个月就是慢慢的把它给释放掉了。那我们从前面来慢慢一张一张的看。那整体的这个氛围就是 love is all around you， 就是你是被爱所环绕着，所以它其实是说你可能会因为感觉上啦，我觉得他这里有暗示说你之前或者是说现在也有可能就是从现在之后嘛，所以你现在或者之前就是会有觉得有一段时间是好像都没有人爱我，那觉得有点黑暗，就觉得好像我是不是就会孤独到死啊，我以后就是都没有人会爱我啊之类的。但是接下来这3个月他会提醒你说，其实你不是这样子，你会有很多的新的机会，那也会有原本就有很多亲朋好友在你身边给你这些爱，甚至说不定你不知道的有人在暗恋你，也有可能。那我觉得你到时候就会理解说，这个只是你的一个妄想，一个就是对自己没有自信的一种想法。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生在世上一定都会有人就是爱着你，那只是爱的形式不一样。那就算是陌生人之间也有这种友爱嘛，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礼貌啊温情也是会有。所以呢不要想那么多，你接下来3个月你就会渐渐的感受到这些温暖的出现。那这里呢也是暗示着说，因为这里我本来是抽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对象出现，那我觉得它在这里比较显示的是一种氛围，因为这个 Moon of True Love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从黑暗里面走出来，因为当然月亮就会在晚上的时候出来嘛，所以你会渐渐的从那种不开心的回忆啊，或者说对自己的这种封闭里面走出来，会发现说其实是有很多很好的这种缘分正在前面等着你。那有可能是因为你换了新的环境，或者说你有了这个新的朋友，或者说新的一些缘分。当然呢，你自己主动积极的去争取也是很重要的啦。所以我是建议，如果抽到这一系列的牌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多多参加团体的活动，那可能可以比较快的为你找到一个新的方向，特别是在感情上面。那呢，如果说会有对象的话呢，对方应该是一个蛮开朗活泼的一个对象，他可能是那种像小孩子一样啊，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哈哈大笑啊，或者是天真可爱无邪的那一种，或者是他会给人家很温暖的感觉。那这个人是一个很好亲近的人，然后也会是比较没有心机的，那所以你可能就是会被他的这种可爱的个性给感动。所以就是如果有出现这样子一个对象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是你的新的缘分啦。好，那在整个事情的氛围上呢，我觉得你会就是从过去的这种不好的事情里面学到很多的一些经验。那其实你也是靠自己很大的努力然后来走出这一段阴霾，你其实真的是还蛮努力的。所以呢，现在会有这种新的缘分，新的这种情缘的到来，其实也是算是给你的一个礼物啦。那我觉得你可能要试着要怎么说，就是这一次的缘分可能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就是全靠命运摆布，就是我就是靠命运，反正就是在一起这样子，如果能在一起就在一起，不能在一起就在一起，不能在一起就不要在一起之类的。然后
你这一次呢可能会需要做一些努力，好，然后有可能会需要你的朋友的帮忙，或者是说会需要一个团体的这种力量，然后来去帮助你寻找新的缘分。那所以刚刚才说，如果你有这个时间，或者说你有这个想法的话，可以去参加一些新的团体，那你会借助一下这个团体的力量，能够让你的感情更快的容易升温。那而且呢，你会这段感情呢，或者说接下来这3个月里面呢，其实你会觉得很开心。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你找到新的缘分，你很开心，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突然间感觉到其实人间处处有温情。其实没有男女朋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有很多的朋友，我有很多的这个爱在我的身边，所以其实这也会是一个你快乐的一个全员，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就是至少接下来这3个月呢，不管你是不是有伴，你都会是很开心的。然后呢，但是可能在感情上你还是要稍微的保守一点，可能还不是那种大鸣大放的时间。我的感觉，这整体来说，接下来这3个月就是一种慢慢从黑暗里面走出来，然后慢慢的让自己疗愈自己，在一个团体的活动里面，或在更多的新的朋友里面，你会找到一些对象。那你只要很愉快的去享受这段时间，然后慢慢的去培养真正的感情，就找到你适合的对象去培养感情就好了，倒还不是那种可以一下子哇我就陷入热恋这样子，比较难，就是一段比较可以很开心的玩乐，然后找爱情机会的时间点，所以我觉得也不错啦。有的时候这种时间点反而是最放松的，说真的，因为当你有伴侣的时候，一刚开始当然很开心，但是久了以后，大家都知道，所以其实在你还没有伴侣，但是有很多的机会在你身边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是最值得享受的时候。那这一段时间，接下来这3个月就是你最好享受的时间点了。那要跟你的建议就是说呢，第一个就是 love yourself first， 就是先爱你自己。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把眼光放向外面，如果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你先爱你自己，把你自己打理好，先享受这段时间，当你那一种很愉快很愉悦很放松的这种表现，或者是说你的整个人那种精神焕发的感觉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很容易就会有就是新的机会被吸引过来。那所以我觉得最好就是先爱你自己，那包括把你自己打扮得很得体很漂亮，把自己的状态弄到最好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是 forgiving and learning， 就是原谅跟学习，就是跟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如果你就是正好就是有一段过去你一直放不下的话呢，现在是时间点去释放掉它，并且从中间学习到不要不爱你自己的这件事情，然后好好的把你自己整理好，然后迈向一个更好更新更多爱的这个世界，好不好？好，那这就是选择第2组的朋友，我们接下来看第3组。选择第3组橘色甜甜圈的朋友们呢，这边是大家的牌组。在开始之前，先提醒大家，这是一个大众占卜，不会符合每个人的情况。如果你听一下以后觉得不太符合的话呢，可以去选别组，或是之后再来选也可以。那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跟我们维持比较长久的关系。好，那我觉得接下来3个月你可能会遇到的奇迹是呢，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的对象，但是也有可能遇到一些比较重大的这个感情上面的转变，但是好在的是一切的事情都会平衡下来，你还是会有一个就是很有安全感的这种感情跟一般的生活，所以你不用太担心。那我们呢就从前面来一一看一下这个细节。那这张主轴呢是说 be in the present and dream of the future， 就是
你处在现在，但是梦想着未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接下来3个月里面，你可能会因为遇到一个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对象，你可能会一直在做梦，一直在想象着这种各种爱情的美好，不管你有没有伴，你会遇到这个人，那也许你会因为这个人的刺激而去想到你跟你的伴侣是不是可以更好，或者说你会想说跟这个人有没有发展的可能之类的。反正呢，接下来这3个月你可能会沉浸在一种比较梦幻的这种情况底下，可是这张牌是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你现处的这个当下，你不要老是一直做梦，这个也是可能会对你的生活也会造成一点困扰，所以我觉得在幻想爱情的这个方向上面呢是可以，但是不要太过火那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人呢？刚才有讲到他是一个非常对你非常有魅力的人你可能会甚至会视他是一个像偶像一般的存在当然也有可能说不定是你喜欢上一个新的偶像，也有可能但是他会让你非常的动心那只是说这个人他可能不是你可以在一起的对象所以我才说有可能是新的偶像所以他有可能是已经有伴侣啦，或者说你们的社会地位真的差很多，或者甚至是根本就不认识，像是明星这种，但是你就是会很着迷于他啦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这后面也讲到，这张牌也讲到，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对象，而且对你而言就是真命天子真命天女，你想要的那个外表跟他的个性完全就是会让你非常的难以脱身这样。只是说他这个人呢，他比较在乎的是他自己他并不会因为你而去，或者是因为他的感情而去屈就什么这个比较难。所以你要跟他发展感情，我觉得会需要一段时间啦就是如果能够克服掉原本就不是很适合的这种条件以外的话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接下来3个月只能说你会遇到一个让你惊为天人的这个对象然后但是你在感情上面的确是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大的转变特别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伴侣的话很有可能因为这个新的人的出现，你可能会突然间发觉说我想要的其实是那一种人或者是说我的感情其实是这样那跟我想要梦幻中的那个感情比起来好像有差所以在这种有比较的状况底下，很有可能你现在如果你现有感情的话，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转变那我觉得吵架啦，或者说就是有一些需要沟通讨论的地方真的是难免但是我相信只要你的感情的基础够深厚的话，还是可以挺过这段时间，那甚至可以就是让你们之间的感情更加升温，跟比以前更好因为当2个人做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沟通之后，很有可能你的感情会变得更像是你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也说不定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这个月你有遇到一些就是譬如说跟现有的感情有要沟通的状况的话，你大可以就是去做这样子。然后只是说呢，在这边我觉得你是一个很需要安全感的人很有可能你甚至一直没有让自己没有伴侣过就是因为你需要一个保证不管是你的感情生活也好，或者是你的一般的生活也好，譬如说你会给你自己找一个安稳的工作，或至少是一个收获能够金钱收获能够让你觉得经济无虞然后能够让你过得比较好一点的日子的你会试着想要去这样做但是这边这个月可能会要求你在安全感跟冒险之间做一些平衡因为
很可能已经到一个你需要决断的时间点了，那有可能你会需要踏出你的舒适圈，然后来去追求你想要的东西。所以接下来这3个月呢，你可能也会在爱情上面、感情上面冒一点险。那也许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现有的伴侣，你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你没有把它沟通好，但是因为某人的出现，让你觉得我真的不行了，我一定要把这个状况改变，所以你要踏出你那个安全感的圈子来去跟他做沟通，来去跟他就是不要维持这个表面上面的这个安全感跟安稳感，而是去做出真正适合你的改造。那有可能会是这一个状况。那当然呢，那这个状况到最后，如果你要让你的整个状况安稳下来的话，你还是要去在各方面做一些平衡。那这就要看你的功力了，好不好？好，那这边给你的这个建议是说呢，第一个是worth waiting， 就是值得等待，就是有些东西呢是需要时间，才有办法去看出它的价值，特别是感情。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这个伴侣已经交往很久的话，我觉得也许一时的改变是需要的，但是有些东西你真的是需要时间去证明它是值得长长久久的，所以你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也没有关系。那或许是说像我们刚才讲这个你的这个偶像的部分，或许如果你可以等的话，或许也是值得去等待的啦。那这个真的很难说，就要看你自己去想说到底什么是值得你等待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一段最真实的感情呢，还是一种虚幻的这种所谓的真正的爱。对，就是可以再去考量一下。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让你的朋友帮助你，就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平衡跟处理的事情的话呢，你可以多问问看你的朋友，看他们的经验跟想法，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所以我相信就是多问问一下你的亲友，看他们怎么去看你的这个感情的问题的话呢，相信对你会有一些帮助的，好不好？好，那这就是第2组的朋友，我们接下来看第3组，选择第4组绿色的甜甜圈的朋友，这边是大家的牌组。在开始之前，先提醒大家，这是一个大众占卜，不会符合每个人的情况。如果你听一下以后觉得不太符合的话呢，可以去选别组，或是之后再来选也可以。那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跟我们维持比较长久的关系。好，我觉得呢，这一组的朋友啊，你接下来的3个月的奇迹呢，应该是会，我觉得会，这个状况会教会你要把爱的焦点放到你自己的身上，因为感觉你好像为别人付出太多了，我觉得有可能是第一个有可能为了家庭，第二个有可能为了，不是很值得的这个，就是或者是他还没有发现你的重要性的这个对象啦，你可能真的付出太多，而且你真的超努力的，所以这边会告诉我说，我觉得真正的爱情的奇迹是你会重新学会爱上你自己，这个很重要。那当然我们一般会想到爱情都是很罗曼蒂克的 love 嘛，就是有那种风花雪月啊什么的，可是呢，其实在你没有学会爱你自己之前，你可能遇到的都是会让你很心累，甚至是生活很累的那种对象，这里有这样子暗示。所以说，如果说你从以前到现在你的伴侣向来都是那种，譬如说2个人在家都是你做事他不做事，或者是说你的付出永远比他多的话，我觉得接下来这3个月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让你去重新检视一下，你是不是应该要把焦点放回你自己才对，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从前面来看，这个是这边第1张牌是The only thing that is real is love， 就是唯一真实的东西就是爱，所以我觉得因为这里看起来就是一个家庭嘛，因为这里面有好多这个家庭的牌，所以我觉得
有可能是暗示你其实是一个很为家庭付出的人，或者是说很在乎你身边的所有人的开心的人，不管这人是不是你的爱情的伴侣。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负担就会很重，而且你常常就会一不小心就把焦点摆错方向。因为其实只要你是真心出自于爱与珍惜的话，我相信没有什么在一个团体里面没有什么只有一个人要承担所有的事情的这件事情。因为你在爱对方的同时，对方也应该要爱回你，你也应该要觉得自己是值得这个爱的。所以唯一真正的事情，真实的事情就是爱。那你相信他的话，你就会知道不管是你或是对方都会需要付出，都会需要担负责任，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当你要开始去，如果说你现在没有对象，你要找一个新的恋情的时候，请记得不要抱持着那种我就是要为那个我的对象做牛做马的这种感觉，或者是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做很多事情讨好他才有办法维持这段感情，这个有可能是你的弊病，就是有可能是你一直以来都抱持了这样的想法，那这样的话每一段感情都会让你觉得很累。所以要记得唯一真实的事情只有爱这件事情，而爱是双方互惠的。所以不要把焦点摆错的地方，不是说你去讨好别人就会让别人爱你，这是不一样的，这值得好好的去想一想。然后呢，你的这个对象啊，我觉得第一个是这个有可能是你，这个有可能是他，然后因为我感觉上整个牌面比较像是这样，就是你有可能是一个，就像刚才讲，就是为整个你如果爱上一个你可能连他的家庭都要照顾的那种人，所以你会在每段感情里面都付出很多，然后呢就是会阿信型的那一种人，所以感情对你来说有时候不仅仅只是感情而已。那但是相对起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你每次找到的对象很有可能都是比较在乎他自己，比较把焦点都放在他自己的身上，而没有去想过说你可能背后付出什么。但是也有可能是你，譬如说你就是很希望譬如说以结婚来讲，你可能先生还没到家里之前，你就哇好努力的把家里打扫得超干净，很舒服，你光是看到先生回来很累，躺在那边很舒服，你就很开心。但问题是你会很希望先生给你一句你辛苦了，可是先生却什么反应都没有，那有可能反而会就说你干嘛，就是你今天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吗，或者什么的，那你就会生气，或者是会觉得对方怎么那么自私。可是呢，这当中有一点就是你也没有很认真的告诉他说你有做事，然后你甚至超越你自己的极限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好。也许你已经很累了，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安慰自己，而是需要别人来安慰你的时候，但是你还是去做了，那你这个时候又期待别人来安慰你，这不太可能，因为别人真的根本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所以我觉得你要好好去思考这个爱人的界限到底在哪里，然后真正的爱到底是什么的这件事情。那在你的感情生活的层面呢，就是这些牌都暗示着你非常的努力勤奋，然后你是那种会为了讨好你的情人就会去花很多心思去做一件事情，去安排很多小细节，然后想要把每件事情都替他打理得非常的好，然后希望对方就是就此认为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伴侣的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整个感觉都是太努力了，那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你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那10年功有多辛苦。那当你没有讲出来，或者是表现得很轻易的时候，其实别人也很难就是跟你讲什么，你反而应该要学会怎么样子退一步，让他们去承担他们自己的责任，让他们有机会表达出他们对你的爱。那这也是一种互相
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嘛。譬如说哪一天你就说你真的很辛苦很累，那希望这一天如果对方也不是太忙的话，就可以直接就是帮你的忙，把这些事情给做好。对方如果爱你的话，一定会帮忙的啊。所以我觉得你要给机会让对方表现出他的感情，这样子你们的感情才有机会做进一步更好的交流。那如果你还没有对象的话呢，你也不要太努力的去讨好身边的人，或者是说讨好你可能的对象，因为我觉得人真的是我觉得人都是有一点缺点的，就是说轻易得来的东西他不会特别珍惜。那有的时候你的当你只有你不在的时候，或只有你没有表现出那个他们以为应该要你有的努力的时候，他才会发现你有多重要。所以我觉得首先你还是要先把焦点放在真正的爱到底是什么，然后呢你是值得被爱的。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建议，就是 you deserve love， 你值得被爱。所以你不需要去做更多的事情来去讨爱这件事情，你反而应该要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要知道自己是值得爱的，要有信心，这样才会迎来真正对你好的这个感情。然后呢，另外一个是那个要对你的爱情生活保持乐观，所以这也是跟刚才一样，因为我发现就是那种阿信型的情人很容易把事情想得很糟糕，就是那种哎呀，万一我今天没有去接他下班的话，是不是他就会不理我了？或者是哎呀，我今天要是没有做好一件事情，他是不是就不爱我了？不会，就是如果真的爱你的人是不可能因为这样子就不爱你，所以你不要想太多，也要对你自己跟对感情都要维持着乐观与自信，你才能够迎来真正对你好的感情，好吗？好，那这就是最后一组的朋友。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听我的占卜，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